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讲师呢叫做巴拉告，他是我认识一段蛮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朋友，然后请到他来给大家做角色设计的分享小课的流程。那他自己本身呢，在业界有蛮丰富的经验跟资历，那设计能力也是不错的，所以我把他这次很荣幸请到巴拉告。那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开场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，好不好？巴拉告。OK，那我开始喽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巴拉告，对大飞的朋友，那很开心也很荣幸在今天，然后受邀过来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角色设计的思路跟流程。那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一下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我是巴拉告。对，那我现在是在外面的游戏公司上班，IGG 在台北 IGG 上班。那我好了，在前面一开始呢，稍微先简单讲一下，对，我是中年，不能说中年，我是蛮晚，然后转行进去来游戏业，然后靠画画为生的。对，可能现场有些同学可能会跟我一样哈，就是属于不是年龄层比较大，然后才开始接触这边。那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，对，我相信就是为了要鼓励我们现场那种我不确定啦，也许现场里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学，对，不要再看到一些年轻处啊，或者比较年轻人啊这些，然后你就觉得啊压力很大啊，对，没关系的哈，跟我一样，然后就慢慢的也是可以这样进来。那我现在任职于是 IGG，然后就担任我们部门的2D 美术，然后工作有要画角色设计，也要画场景设计，对，2D 项的都要。那我的 ArtStation 的话，就大家上 ArtStation 搜寻那个巴拉告啊，我把截图贴上来，对，就可以看到我的图，但是那些图并不会有公司图，对，公司图本天搜寻巴拉告，对，或 BLAGO，在 ArtStation 直接打英文或中文都找得到我哈。那这是我有一段时间没更新的啦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我之前的一些师图。好，那今天我是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呢，我要做什么事情呢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是的，我们接下来2个小时，我把这个注解关掉。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东西——角色设计。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呢，我要先跟我们大家先统整一下，对，统整一下。由于今天只有2个小时，所以说它会是一个掐头去尾的浓缩版，非常浓缩。那它是我在做，其实不只是角色啦，做场景设定也是一样的。主要是一个我会给大家展示从零到有完整的过程，兼我的脑袋到底想什么，我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把它图像化、文字化跟大家讲。对，但是因为也只有2个小时，时间蛮紧凑的，所以有些东西可能它就会比较带过或略过，也不会略过，就是只是点到而已。那同学如果听了之后你还有疑问的话，没关系，可以在群里说，或是课后等一下会有时间，然后你那时候提问，甚至之后在大飞群里面有看到我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说，哎，就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们来一起讨论，然后互相做个交流。好，这个是先跟大家讲的，因为我们只有2个小时。那待会呢会有中场休息时间。那我们第一堂课的时间主要是会在我们定义的地方。对，来，接下来各位同学，设计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的平常工作是做什么？这里是这边哈，文字的延伸。什么是文字的延伸？就是
我们今天工作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企划，会有甲方，也就是你的工作是个设计师，你是一个这个流程的一个中间。你的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是要把人家的文字给它实现，对，实现。我写一下啊，你要把你的文字具现化，具现，应该是现在的现，具现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企划它可能就是脑袋企划，因为你现在是你自己甲方，你自己画图也是一样，你画场景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一开始你都会先设定一下你要画什么东西？可能是个男生、女生、男骑士、女骑士，你开始会帮他编故事，你开始会把他的东西开始完结，或是你只有一点点 idea， 这时候它就是一个文字，一个起点。接下来我们的设计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给它具象化，也就是我举例，公司里面企划他们会提到一个说，我接下来我们的项目是做末日，那帮我设计一个女战士，远程的女战士，对，可能文字就只有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就自己要去补充，把它的文字内容你要做补充，这些补充的东西。这些补充的东西啊，等一下我会去提哦，我会是怎么去收集跟怎么去思考的，会把这个东西做文字的东西做补充，补充完之后，我会把它我们的工作设计的东西就把它图像化，这是设计的工作，就是这个。我的工作其实在公司最主要是这个，因为我们做的东西，通常玩家并不会看到，就是我画的，也就是我画的东西，其实很大的工作是拿来干嘛呢？是拿来做沟通，跟谁沟通？跟企划沟通，同时企划们也会拿着你这一张图去沟通。所以说我必须要用我的图，我的设定，因为企划他们可能只有很简单的东西，它就只是一句话、两句话，或者是一小段文章的叙述。那接下来我要让别人看到了这张图，他可以知道企划他想要讲什么。那企划不用遇到每个人的时候，他都要从头到尾又给你叙述一次。别人可能看到这一张图，人家就知道了，这个女生是在末日，然后是个女战士，她是什么职业啊？她的特性、个性，然后这个世界观是怎样，人家看一张图就知道了。那企划再来用这张图，然后去做他们之间的沟通，对，去做文字的设定，然后游戏的一些玩法这些的，对，这个是我的工作，也就是设计的工作，跟许多同学认知到的画画的工作会不太一样。先注意，我这边先讲我们工作呢，正常来讲，简单来说，其实画画在游戏业，不止游戏业，就是在我们这种影视行业，游戏啊、动画啊，或者是对影视行业里面呢，有两个大面向，一个是设计，对，concept artist，然后一个是插画。国外其实也大概是会这样分，他们会有各个的，因为我知道后来可能会有些因为地区不一样，大家会有不同的什么会有不同的名称，原画师啊，各种师。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设计跟插画，对。那这两个东西它们的差异在哪里呢？其实这两个东西不是对立的，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正常流程是我们文字出现之后，你就要去做气氛图。气氛图的话，它并不会像气氛图，它其实也是拿来做沟通的。也就是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画氛围课嘛，画氛围的时候有两个目的性。对，我相信大飞上课的时候或者之前都会提到，反正氛围就会有两个目的性。一个是用沟通用的，它就是很快，就要它跟设计一样，就要很快出了大量的氛围，让企划知道，是不是他讲的。再来的东西呢，它就是可能会精致的，会面向的是群众向的啊，这不多说，反正简单认识就是设计跟插画。我们今天会着重的就在设计面哦。对，
但是我知道很多会是会喜欢画画的，其实呢，跟我包括是我其实一开始入行啊，跟我一开始学画画啊，其实我的目标都是以画插画。画什么插画不知道，我就是想画插画，我不喜欢画设计啊。等一下我会慢慢的讲设计是一些什么东西，那怎样去克服这个呢？这是等一下会说哈。那在看到这一段之后，我这边说了各式各样的选择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跟各位同学我们说哈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工作，因为我们在游戏公司里面，我们的工作只是其中一个，我们只是其中一颗螺丝钉。这样讲好像很渺小，我们只是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它会有很多嘛，会有企划。简单来讲，我只讲美术面哦，可奈那边其实就是城市那边其实也差不多，企划，然后跟美术，我们既是对立也是不要讲对立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然后有时候会有激烈的讨论，对，有时候会有激烈的讨论。那他丢文字需求给我，我要把它变为图像给他，然后他会再反馈给我，然后我会在处理完反馈之后再回去。其实就有点像在外包，你知道吗？只是企划的变成甲方的角色。那因为是各式各样的选择的意思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沟通，我必须要把他脑袋的东西给具象化，除非今天你是你自己，你是你的企划，你的这张图的甲方就是你自己，也就是像我平常画画的时候，那也是要一样，千万不要有从头一张图从头干到尾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设计，尤其是做设计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有完美的设计。跟我相信一些同学有听过的，就是你一张作品不会有一张完稿的时候，它只会有阶段性的完成。可能未来几年后，你会有更多的想法。设计一样也是，同学不要一张图你画了一个设定之后，你就直接把它就觉得弄到尾，你要一直出很多版本，因为你会为了这个东西要出版本，你会激荡出更多的想法，就是这样子来回反馈。所以呢，很像服务业，我们很像餐厅，企划给东西，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都要给他各式各样的选择，从一开始，然后到后面的配色，对，甚至一些完稿的选择的呈现都是一样，各式各样的选择。所以跟插画不一样，插画有时候我们设计的时候会给他各式各样的选择，他选择出来好就结束。那插画的话，可能是一开始也是给他几种方案之后，你会一张图，然后你就接下来就让这张图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作品，非常漂亮的作品哦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就到下一阶段，设计是在干什么的第一阶段，文字发想。文字发想就是在这边已经有一些阶段了，我把这些先关掉，好，等一下一个来讲哈。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在企划一开始的时候，它其实给你的就可能只有几个关键字，例如我举例来讲，今天因为我等一下，因为我们只有2个小时，所以我不会从头到尾就是画一张图给大家看，不然这样的话，这2个小时会非常的安静，也会非常的无聊，因为我会一直好，对了，干伟，我会一直画画，因为我可能脑袋就一直想东西。当同学有在画画，你会知道，你脑袋在想东西、画画的时候，你讲话就会容易的吃螺丝，容易的旋转，容易的一直绕圈圈。对，这样子表达不太好。所以呢，当大飞跟我讲说，哎，需要我们来分享的时候，我就画了一张设计。对，但是因为没有甲方嘛，所以我是我自己的甲方，我就模拟我们企划以往开出来的稿件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今天要做一个冒险，他是个冒险家，职业是骑士。然后接下来我脑袋就开始想，我们正常好冒险家骑士，同学千万不要看到了冒险家跟骑士就开始画了或开始找资料了，没有，先思考一下冒险家跟骑士。来，同学，你们现在看到冒险家跟骑士，你脑袋对自己为难自己。那个麒麟说的没有错哈。而你的冒险家跟骑士，你脑袋会想的是什么？对，你脑袋刚看到这个，你会想到什么作品、什么画面、什么样的形象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而且每一个人你的想法都是对的。为什么？这是同学，这是我们平常积累作品做来的成效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做美术的啊，
你要很喜欢看电影，很喜欢看动画，很喜欢看漫画，很喜欢玩游戏，你要看到各种跟你相关的，不要说我不敢说什么反骨莫内那一些的，那些画也很好看，你那些画没有看，但是你要画跟你的工作相关的类似的作品都要看。我这句话意思不是你画日系只看日系哦，是你画日系，你所有的影视作品或者是所有相关类型的美术，你都要去看，就是大量的积累作品嘛。就很像我现在想到冒险家骑士，我的想法一定会跟你的不一样。我第一个想法呢，因为会跟我自己的有关，我第一个想法会是想要天堂，对，天堂游戏天堂那个天堂，对，因为它是我一个启蒙嘛，加上最近天堂 W 又出了，我又整个就是哦耶，然后就是黑魂吗？摧毁冒险家，其实这也蛮酷的。对，反正总而言之，你就会大家会有很多想法，然后接下来你要去补充。那我先讲一下我的想法是什么。骑士跟冒险家是骑士，我的图像化想完之后，接下来同学你就要开始丢为什么，你要自己一直问自己为什么，先不要问，不是问甲方，问为什么。例如我想的是，你是冒险家又是骑士，我脑袋中想出来的骑士可能是这些形象，类似这种形象，它是个集团。对对对，FF14，哎呀，这同学以诺漂亮，对，FF14我超喜欢的，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聊哈。我想要骑士这样，他是非常重装备的，他是个集团，他们是个有钱人的集团，所以才来支撑得下这些装备，他才可以去支付嘛。那你是骑士，那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，是我脑袋想的。平常画画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不会跟人家分享，所以我现在讲这是重点哦，不是只是在聊天哦。我想的骑士他是集团有钱，那冒险家，我想到冒险家他是自由的，装备比较破旧的，他会没有那么有钱，因为有钱他就可能是骑士，他就是冒险家的感觉，就像佣兵，骑士团感觉就不是，他就可能是教宗旁边的。所以我想说，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有点对冲的、对撞的。对，因为我可能设想不会像人家讲说，哦，你是骑士，你也可以去当冒险者啊。那一般游戏都会这样设定，那我自己会去多想。同学，你多想这些东西，就会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。设计其实玩的就是玩想法，大家都想到骑士冒险家，然后你就可能穿重装备，你要怎么跟人家不一样？你要怎么跟人家不一样？就是从这边开始。所以说，我的脑袋中的想到了冒险家是什么东西？是 RO 的初心者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钱，对，然后这些装备或者在野外的冒险者，他的装备并不会像骑士的这么的完善。对我来讲，这两个是对立的。这时候我会因为我脑袋会出现很多关键字跟关键的图片，然后我这时候去想，再来呢，你就要把它这个是发散，发散完之后你就要归纳了。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是对立的，但是企划要说这个是合在一起的，那我要归纳，我要怎么让冒险家跟骑士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呢？我就开始去，因为没有甲方，我是我自己，我就是我自己的甲方，所以我就开始帮他编故事。他可能以前是个圣骑士，或者是他是一个在骑士团里面做一个工作的，本来是在那个里面可能是富二代，后来因为什么事情，可能犯戒了，可能吃太饱了，可能没有去祷告，反正 anyway， 因为什么事情他离开了骑士团，然后为了活下去，他当了冒险家，所以我把这个冒险家骑士在我这边，我就把它归纳成放逐的圣骑士。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这边这个阶段归纳完之后，你必须回去跟企划做个讨论，对，简单的讨论，不要花太多时间。然后如果有配合图片的话是更好。这个时候呢，放逐圣骑士，我的东西就开始变得丰富起来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一开始的起点可能他就是一个冒险家，然后职业是骑士，然后到了经过你自己发散，然后去规划，然后世界观，你这时候都要想世界观啊，他的世界观是什么？哦，它是一个奇幻世界。那既然是有宗教或有骑士团的话，它可能是有一个宗教的。然后
它是一个宗教的，好，有冒险者，他可能有冒险家公会，他们是要去外面的，所以外面可能会有野怪。其实就跟你现在在想游戏一样，对你现在在设定一个游戏，这其实工作是企划的工作，企划的应该说故事企划、文案企划的工作，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工作。但是这工作根据我的经验，这样讲有点武断哈。好了，在我的经历以来，文案企划这一块做的都很不好。文案企划通常都是给你这个简单的东西，因为他们企划在公司里面很忙，他们其实不只是写文案，他们还要做很多事情。对，他们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可能讲，我要一个冒险家骑士，然后接下来这些东西呢，就是你美术自己的功用。那这一段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是其实非常有趣的东西啊，因为你在想故事。对，以后我们可以说不定以后就可以自己玩个游戏，就大家就丢几个东西，然后不然你们可以去试看看，当你们用冒险家骑士，然后大家去发散出来的时候，或是场景也可以哦，场景也可以这样玩。对，只是迟缓而已。然后接下来中间的发散，然后归纳出来。对，你看的作品越多，你归纳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漂亮。对，但是记得我们是商业作品，不要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，只要记得这就好。你要去发散，然后集合大家的东西，但是不要为了跟人家不一样而不一样。对，这个就是对，就没必要啦。好，不要对，一不小心就差点要乱讲东西。好，这个东西就是文字发想。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就是思考中的东西，是我脑袋在想的，然后有时候会去参考图片。对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要积累哈。好，文字发想完之后，我们是放逐圣骑士。文案他根本想要冒险家骑士差异，以往都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像我之前公司，我岔开，我公司那时候他们常常就说我要画一个中古世纪的铁匠铺，或我要一个中古世纪的兵营，就这样子，剩下东西你要自己来啊。世界观是要企划给的，没有错，世界观企划是要给你世界观，其实他们企划会给个世界观，但是当你去做这些设计的时候，已经是要更详细的东西了。例如我刚刚的那个冒险家骑士，他们已经有给了一个，我是一个冒险家的世界，我是一个中古世纪。对，那至于这个工会，这个骑士工会到底是怎样的骑士？对，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有时候只会给你几张图，然后剩下的东西你要自己去发想。对，好，那拉回来哈，我们刚刚最后是放逐圣骑士嘛，那接下来就是做接下来下一个工作，就是我觉得画画里面最开心的一个阶段了，就是画草图。画草图阶段是一个非常开心的阶段。我在这时候呢，也就是同学平时你们练习的时候，其实不管画什么啦，我现在讲的是角色，其实场景是这样，就是画什么东西，你平常积累的时候就是这阶段。你平常不是要画速写吗？平常自己会画一些草图发想啊、小稿啊这些东西，其实就是像是在积累这些东西。这个我是完全没有去看图的，我只是想到我要画一个放逐圣骑士。我那时候想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放逐圣骑士。我那时候想的关键字是，他既然是放逐的圣骑士，他既然要有骑士，所以他必须要有盔甲，要有骑士般的盔甲，看得懂吼？好，看不懂，到时候反正有影片，他有骑士团那种重盔甲，但是呢，他又要有冒险家，就是的冒险者对大家来讲是什么？我想到的冒险者放逐圣冒险者是什么东西？它有拼装感，因为他都是冒险者。如果他已经可以把装备全部凑齐的话，他就是对大家想到的东西不一样。我自己是会归纳到他有重甲跟拼装，因此我开始在这上面开始做迅速开始画，对，迅速开始画，然后这时候画的时候，我们是画的是角色，请切记同学，我们是做设计，画的时候换一支笔，画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们做的是设计啊，
要记得设计的工作，我记得前面说的是沟通，让人家看得懂。我们不是画插画，也因此你的角色，我建议同学一开始不熟悉的时候，你的角色啊，尽量都是用远镜头。远近的尽量少写字，Photoshop 写字会连在一起。远镜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角色本身的透视不大，小小的，然后角色就算是地板也不会很大，你不会做到那种大的透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让下一个工作，不管是3D 或是你现在设计完之后要去做，你设计完之后要画插画的人，他可以很清楚而且了解的知道你这只角色到底是穿什么东西，它到底是怎样，它的一些特色在哪里。所以说动作不要太浮夸，对，然后站姿透视不要太强烈。那这时候有同学讲说，那为什么不画？我们平常以前画那种 A 字图，梯形角色，就是我相信同学你们都有看过类似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尤其看到美术设定集里面，一定都会有这种东西设定的。角色这样站着，好，这样站着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画这样子就好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会画这个东西，但是通常都已经是要确定稿了，已经是东西都已经确定好了，然后为了让3D 可能看不懂的状况下，我才会画这种东西，尤其画贝斯图。但一般我自己画的时候，我喜欢画，我还是会让角色尽管是站姿，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表演，不要让你的角色只是单纯的就是发呆，就是站着。如果你喜欢画这个东西，那当然就这样最好啊。但我自己会希望我的角色是可以有一些表演的，对，希望披风会飘，希望会怎样，就是例会的感觉，你会有点例会，甚至可以加点小背景。对，好，所以说我的角色呢，这边看起来站起来，那站起来的时候，同学你们这些的话，其实就是平常你们做一些练习的时候，速写练习其实就为了这些。很叙述的话，那我迅速的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做这几支画的时候我在想什么。首先，我画的时候，画这两个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个想的是，反正就一样嘛，动作，我就想了，我想的是这个曲线，我那时候是想这个曲线，对，所以我就想了这个曲线，那这个曲线可以怎么站？就是然后就是这样站了之后呢，我的侧重点是。不是侧重点。我的这个主要角色是，我希望他要有骑士团的腿甲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公司上面的话，你的角色都要有卖点，不太能全身包紧紧，他们会希望要有一些性感的、色气的、荷尔蒙的表现。所以我希望这一支它的绝对领域会露出来。对，所以说那既然绝对领域会露出来的话，我的选择要么就上半身，要么下半身。然后我一开始选择的是下半身，需要骑士的重甲，上半身是冒险者的轻便，然后可能有些地方左以腰带的话，然后再用骑士，然后拿一把双手大剑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画完这个之后呢，就开始画第二个了。除了这一种的形状之外，我可以让它的腿甲有什么一些形状的变化，简单改一下。那上半身除了这一种的以外，我一样这边的话是另外一种的拼装感，这个也是我那时候脑袋想的，就是平常比较常见到的一些游戏的拼装的盔甲手游的哈，就是旁边都会有侧面的腿甲，然后刚好它可以让它跟上下同一组，然后会有做拼装，然后肩甲小小的肩甲，然后这边然后穿的是短裤，
拼装感。这时候其实你的草图了，画草图了，侧重点在画草图的重点就是你脑袋在开始思考，那你脑袋会一边思考说我这一支要表现是什么，并不是它的着重点并不会是它的五官完不完全，它的头发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一张图是你跟你自己沟通，你跟你自己沟通，你希望它是要怎样的东西。然后我画了下面，我就换个姿势，然后我就想了，骑士团的东西都是对称的，那我就想他今天不做不对称呢？那时候我脑袋其实有浮现的是以前天堂2的美术设定集有一只角色，他就是一手全都中盔甲，对，那一手是完全都没有。然后我那时候想到的是这个东西，那我一样的话，这一只我就是让他腰露出来，然后穿紧身裤，然后这边 maybe 是胸甲 ，maybe 是那个衣服，我不知道，没有去想，反正就是弄起来。那我的侧重点会是这个盔甲跟我的腿甲要两节式。那我希望我的腿甲可能带一点翅膀的感觉，对，带一点翅膀的感觉，可能到时候会有点飞，也许跟宗教的关系，对，不可以色色，对，这个东西哈，讲到色色啊，这个是可以花1个小时来讲，有关于公司对于商业的讨论，对，好，这不是今天的重点。那后来呢，我画完这支之后再想一下，那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呢？我就想到，哎，典型的就是要设计的就好，穿个高叉，然后腿甲，然后一样就是两边要有肩甲，然后中间有肩甲，然后中间这样子。其实就想这些，然后再来的话想的话就是好，我把这一支，然后武器的话，我后来这2支我想的是说不要拿剑类的武器，因为我们是骑士团，那我就最开始就设定了，也许我是宗教的骑士团，宗教骑士团跟一般骑士团差异可以在哪里？就脑袋里想到的是 Diablo 圣教军或者是 RO 暴力服饰，然后我就想这些东西，他们就只能拿锤子。对，所以后面这4支我因为要想这东西，所以你就是拿了锤子了，不拿剑了。对，然后这支的话就是想的是中世纪的十字军的那种穿着。对，好，这支想的就是一般的游戏就是一般苦行僧的那种服饰。对，所以它这边后面会有大的披肩。其实想的是这些东西，然后其实我现在讲的是一段时间，其实画这的时候，你脑袋其实是很放松的，你想到什么就画什么，是一个蛮轻松的东西。这个是草稿，主要是跟你自己沟通。那这个东西通常都不会给人家看到，你不会拿这去讨论啊，因为你拿这个去跟企划讨论的话，企划也许他们一般不懂专业的，他们会看不到你的重点，因为这个东西草图的东西很多是你自己跟自己讨论的。那你如果要把它给人看，记得你要整理一下。我最后会丢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整理过后的草图。对，好，我们的草稿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去给几个朋友聊天讨论。像我那时候就给几个朋友聊天讨论说，哎，你觉得就是也没讲太多，说，哎，你觉得哪一个好？对，喜欢哪一个？然后后来就是说大家都有建议，反正有人喜欢哪一个，有人喜欢 A，有人喜欢 B，有人喜欢腿甲。后来后来我发现一致的，我那个群里大家都是会师，我是跟会师们讨论哈，我那群里面都是会师，然后大家就看一看，然后就大家都哎，蛮多人对这个东西觉得哎还不错啊，他们都喜欢这个东西，对他们说色气就好，对，就他们要可以色色。于是呢，我心就说好，那就是以这一支下去发展。对，商稿注意，对，这是商稿不要给朋友看，这个倒是这是真的，商稿不要给朋友看啊。我等一下给大家看的都是废稿，是可以给你们看的，外流都没差的啊。好，草稿这是想好之后，就草图想好之后，草图很放松，接下来就是一个苦力活，它不累，但是它其实蛮花时间的。首先第一个，同学不要急着画，千万不要急着画。你的草图只是归纳你的想法之后呢，接下来你要做第一件事情，叫做身形归纳。什么意思？我这边花一点时间讲一讲。其实不管画什么都是一样。简单来讲，我们会从身形归纳是什么意思？会是大致上就讲最简单的，会是从写实到 Q 版，
中间会有一个量表，它其实可以分很细，但是我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你草图画完之后，你要先思考的是这个东西，你接下来画的角色它是哪一个量表？例如画角色的，我就会说你打算画几头身？我不会说你要画日系，你要画后面画什么，没有，我会先问第一个，你打算画几头身？对，是先想这个东西。所以像我下面就迅速画一个，就算是我迅速撇一下，你也可以有各种造型，我可以让这些头身比这些身形通通都套用到这一支设计上面，就是我原本的草图的设计上面，是这一排都行。那这个东西我就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，一样是写实，我们不看上面的 render 的话，写实也是可以分很多。对，我自己会叫这前面的，他们都是写实的比例，但是各自都有风格化。然后这个是大家以往看到的3A，不是3A 都是这样子，这是这种比较很写实类型的，例如巫师，例如刺客信条、刺客教条这种的材质。虽然说他们自己也有风格化，可是他们的风格化比较隐晦、比较隐秘，但是他们的所有的材质、所有的一些比例都是以真实世界为基底下去的，尽量有多真实就多真实，因为他们希望的是。你一看到这只角色，你就知道哦，他大概是怎样的感觉。看到他的武器，看到这样。那至于后面这个，他们是写实再去风格化，像是一样是尼尔撇除掉同学，你现在自己心里自己想，好，大家有人会说他是日系，好，那日系什么呢？日系这么多种，你会教他什么？你会想到它的比例是什么吗？对，除了日系以外。然后很多人有人就会讲说，哎，他可能是偏写实的，但是他有风格化，因为你看他的头身比就知道，他的腿超长，这是现实没有的。对，但我们一样会觉得这是 OK 的。还有包含像是魔兽世界，也有人说也有些人会设定它是比较写实的，你看，但是魔兽世界你看了一下，它的头身比可能是8:9。头身，但是他的手掌非常大，脚也非常大，这是他有主观去风格化，也就是我一直在提的身形。你现在设计的这只角色，你们这一款游戏大家的版型是什么？这个是你要先去归纳的，因为我先会这样讲的话是，也许大家未来在做专案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人家帮你已经设定好了，你就按照。他开始画，但是你自己做设定的时候，尤其同学你要做作品集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要一系列的角色，就是一看到的话就一系列的东西，因为同学可能你之后画完场景之后，你可能会塞角色进去，这些场景搭配的时候，要让大家看得出来是一致的。对，例如你房子偏向写实的这些东西，你上面的配的角色就不要是 Q 版的。类似这个意思，就很像这是金亨泰的，他的会写罗这种的，下半身比较大的，比较荷尔蒙的，或是会往欧美风格这种的，他抓这些，你看他的脚踝基本上是消失了，对，然后你自己啊会练一练，练到一个你自己习惯的头身，像我自己习惯的头身是6.5头身。等一下画角色的时候会再讲。那后面这几个就是会越来越 Q 的嘛，例如野猪骑士、风之旅人，然后这个游戏我忘了叫什么，但是我有收集它的所有的美术图，因为这个游戏的美术很棒。然后这个画大腿很大屁股那个绘师，然后这两个是同一个绘师吉田明彦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的设计师嘛，吉田明彦，他做了角色设计，然后萨尔达。讲这一连串，也就是同学在角色设计，当你草图画完，开始找资料前，你要先可以花点时间去想一下你的角色是怎样，因为你草图的时候，也许因为好，我讲我的例子，我草图的时候不会去想到身形，
这一块。例如我草图画胖子，我就把它胖得很夸张，因为我草图我是要激荡我自己的想法。那同一时间身形那个规范的话，也会让同学可以看一下，大家的细节都是有差的哦。如果例如你做的是萨尔达的身形，但是你的细节塞到像这样子，render 的时候 render 到像这样子的细节，他可能萨尔达会吃不住，会觉得哪些不对劲。也就是说，同学，你们在有同学有玩，同学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，记得你在做减法的时候，简化，我觉得所有设计都是一样，你是减法的时候，你的一些细节的取舍，一些比例的缩放，一些简化的工作，就要好好的简化。你不能，我们明明是减法的东西，然后东西却又在细节上面就玩加法，这样子东西会有点突兀，对，会感觉你就是做一个很写实的小箱子，但是它可能有成功的案例，但是我自己是没接触过。对，像你看，像野猪骑士，你看它的胸部就不会是往前面这几种东西的细节去走，会尽量越简单越好。你看它连乳头都没有，对，好，这开玩笑。好，身形归纳好，这个是设计的，也就是其实都会有一个量表，不管是角色还是所有的设计啦，就是应该说物件设计都会有这种的量，你自己都要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量表。画之前先去放大一下哦，我们今天的东西是可能是放在它是一把尺嘛，像那个光谱一样，对，你今天是把它放在光谱的哪一边？其实这个在做游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游戏的风格要放在光谱的哪一边？这个量表不只是美术方面，连故事性，连你要去跟竞品比较，人家是更写实的，这个是更 Q 的，或者人家这更放飞的，企划上更放飞的，然后你是要在哪一个量表上面？这其实就是一个光谱。这个东西，我相信许多同学你在做设定的时候是没有先想这一块的，这个东西是要去想的，也就是归纳。好，归纳完，草图画完，归纳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因为草图跟归纳这些东西是比较属于你对你自己的，没有对外的。接下来你要开始对外了，对外的工作就开始是比较累了，也就是这个东西，你要开始去，先不要急着画，先去收集资料。我现在讲这个收集资料，它其实是我自己在画设定的时候会去做的事情。回到刚刚我说的冒险家跟骑士，然后放逐圣骑士嘛，我就可以想一下，好，放逐圣骑士，我的圣骑士脑袋的圣骑士，它可能是长怎样，它需要什么样的东西？对，因为我自己在做身形版型设定的时候，我设定我自己是6.5头身，所以说你看到，我相信很多同学一开始找设定的时候，尤其是听到骑士的时候，或者同学你画建筑要找东西的时候，大家很习惯去找这种东西，或甚至有些人可能家里有书中就骑士各种介绍，那种盔甲各种介绍，那些书非常专业。就是像你画场景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找到各式各样的建筑，你找到那些东西很专业，但是那个图先不用多，因为你更多的是我自己会是当我是6.5头身之后，我会去看别人的作品的骑士，他们会是去怎么样做设定，怎么样去画的，他们这样怎么样去夸饰它，或者他们会怎么样去归纳。我会收集一些，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是我已经整理过后的，其实那时候收集的大概是3-4倍有吧，然后从里面去挑选我要的，先网络上找出大量你喜欢的，再来是去挑我要的、你要的。对，这个东西就是同学你要的，就是你参考够用，在你当参考的时候是够用，但是找的时候是大量找，然后但是你要去做归纳。然后简单来讲呢，归纳这边到这边的时候，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用在很多设计上面的，就是把它模组化，把东西模组化。
用角色来讲，简单来讲，一只角色身上穿的，你把它模组化，上衣、下半身、鞋子、手，这样就好，就跟你玩线上游戏纸娃娃系统一样。对，然后上半身它就上半身换，下半身换，然后手脚，那你可以把它分更细，肩膀啊，例如头饰，例如后面的背后、膝盖，这个东西都可以。重点是你要模组化，同样道理的，我觉得这东西所有的物件设计，通通都是可以归纳到你自己怎么去把它模组化。对，然后我在这边把它弄完之后，模组化之后，然后就可以看一下，哎，我自己会把它模组化嘛？我自己会去看一下，哎，人家的骑士脑中是想的，在骑士可能会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模组化的呢？像我就注意到了，就是其实我自己本来就知道了，但是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像肩膀，我觉得骑士的肩、手肘到手我会自己设定一块，肩膀一块，胸膛一块，胫甲这个叫做腿、屁屁啊，身体、裤子一块，然后腿一块，然后背后一块，然后我就可以看一下其他人的东西，去其他人的东西。看其他人的东西，为什么呢？这边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做角色设计，并不是从头到尾都要原创，没有哦。但是我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去抄，你要去看人家是怎么去做剪贴，去做剪贴。你去看人家，因为一样是骑士设计，为什么他的骑士设计跟他的骑士设计不一样，但是又都好看？然后跟他为什么好看，你可以去思考一下。这个是模组化在骑士这块，像是我自己很喜欢，以前很喜欢的魔兽世界，一样都是暴雪的，对，圣教军，对，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去放大，像是大家都会放大肩胛，为什么？这简单讲一下，因为你在游戏的时候缩小的时候，大家要看到最明显的东西，也就是剪影的概念哈，就是身上啊重要的地方就是肩膀，肩膀比头还重要，因为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头会很小，在 online game 的时候啦，头会很小，玩家在大荧幕第一个看到的都是比较明显的，例如背后的披风，如果你有头盔的话，但很多都没有头盔，再就是肩胛，所以说欧美的游戏肩膀都会做的这么的明显，就连女生都会是比较快一点的原因就在这。这是游戏项，是为了再来。所以说金亨泰厉害的地方就是金亨泰，他除了让一般人就以往的肩膀是卖点以外，金亨泰让他的重点是在屁股，刚好可以更符合他的那种角色设定色气的感觉，懂哈？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模组化，然后跟骑士。我现在收集这个骑士是让我自己对骑士有想法，然后骑士有想法完一样，先别急着画，再来去收集我想象中的冒险家。对，我想象中的冒险家。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从你们刚刚听我讲话，就是我很喜欢 FF14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先去看一下 FF14，因为 FF14玩家你自己扮演的就是冒险家，然后日本的设计，我就觉得他们是比起欧美的，以往在我的印象里面，日本的设计都是比较奔放的。如果有去看《碧蓝幻想》的同学，应该就会知道。那我就开始找了这几张图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些都很有佣兵冒险家的感觉，而且刚好也很符合我的想法。他有重甲，但是他又是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一个骑士团，就算你之前是骑士，可能是以前是骑士。那这样子看下来之后，还有就看到他们一些这种设定，然后我对这一支我觉得很棒，对，一直讲对。这个设定就一个肩甲，然后裤子，然后腿甲，然后一把大刀，然后很有风格化。然后再来呢，我想了这些东西之后，我脑袋开始想了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今天要盔甲，然后要腿甲，那我里面要穿什么？里面要穿什么？我今天是冒险家，冒险家里面到底穿的是什么？来，同学，你有想过冒险家？如果今天游戏里面好，假设你今天回到中古世纪，你是冒险家好了，那你里面会穿什么？会穿一般的衣服吗？
我就觉得应该不对啊，我不能里面穿比基尼啊，我觉得这样子太流于俗面，不俗气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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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说我说不能穿比基尼，然后不能穿，然后又要穿衣服，要穿什么衬衫吗？对，然后就开始想说好，我开始想说不知道穿什么时候，我就开始这时候呢就是做功课的时候了，对，就开始想说，哎，以前中世纪的时候，骑士里面到底穿的是什么东西？然后这边就跟大家科普一下，所以我已经找完了啦，就直接公布答案。你可以去收集布甲，或 Google 上面打布甲或棉甲。先说棉甲，你打棉甲，它查出来的会是明朝跟清朝的军队的衣服，中式的。那你打布甲是西式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就讲，哎，以前他们穿布甲，为什么没有皮甲？我后来我以前我的想法就跟我们玩游戏一样，就是骑士战士就是穿金属嘛，然后游侠就穿皮甲，法师穿布甲。后来才发现，查了这个资料才发现，Oh no，不是，其实皮甲跟布甲的防御力两个差不多的。然后查到这资料，我才瞬间恍然大悟，哦，难怪我以前看《冰与火之歌》啊这些，我都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他们这些人都直接就轻装上阵，穿衣服就上去了？后来才查到这个才资料，原来他们穿的这个东西就是盔甲了。对，就是盔甲，就是布甲。好，那查了这布甲之后，然后我就找到关键字嘛，我就开始上网去找布甲，就是直接红批上面搜寻。然后红批的特色是用英文搜寻关键，用英文当关键字很多。那布甲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我忘了，我是因为我是先在 Google 打布甲，布甲之后，然后就会有网络上大神，然后就把布甲的英文丢出来，然后我就用那个英文去红批上面一搜，然后搜了之后，就跟我印象里想到了电影的他们的画面都差不多。原来这个东西就是盔甲。那也就是说，以前我是中世纪的话，我可能就是穿这个东西，佣兵们就是穿这个东西，因为没钱买盔甲。然后接下来，因为找这些图之后，我就可以开始看了嘛。哦，原来它的形状是这样子，这个是个设计。不专才是王道。你这个好，欧巴，你非常适合去画韩系跟日系的，就不要穿。好，那弄了这些之后呢，然后我就开始去找嘛，然后就找到了，因为看到一些图案，原来是以前他们可能会类似这种东西，肩膀有金属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可能就是布甲，我就想说，哎，这跟我的设定差不多，所以我就把它留着。然后这个只是为了跟大家讲一下。然后后来就也找到了，反正各种造型的布甲。那时候找到造型的布甲，找了布甲之后，一不小心就会找到这种东西。这个也是会很多的，就是人家 cosplay 穿的。因为一开始是找到它啦，因为布甲嘛，布甲，原来就会更懂了哦。原来布甲不一定是要全身的，可能布甲可能就是像肩膀这个东西，就让我想到了游戏巫师，巫师三里面他们其实穿了很多东西，就类似罩衫，外面再弄个棉甲，也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看一下，然后这时候就开始去收集一些形状，你就可以看一下，其实人家的组合会是这样组合，怎么运用到你自己里面。然后后来我找到这一件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我的想法。盔甲我不要做皮的，我要用做金属，因为我用皮的感觉，人家印象会想到像是会像是弓箭手、妖精之类的。我要重装，我要是骑士盔甲，然后不对称，会有冒险家的感觉。然后里面穿的是棉甲。于是乎，我的冒险家的资料找完了，然后我的骑士资料找完了，冒险家的资料找完了，接下来做下一件事情，造型。这个东西，我先讲，我现在找造型这一块是适合你做的东西是比较架空的世界，比较架空的世界。如果你是很写实的，像巫师、刺客信条的话，这个东西你要拿捏的更厉害。不过这个先不讲。找造型是什么？也就是我自己经验，我自己啦，我自己是一个，我如果我只有看参考的话，我只有看参考，我是会很容易。例如我如果看了冒险家的参考，假设我看了他画，我会很容易到后来画的就会很类似他，顶多颜色跟一些小细节不一样，这不是我要的，这我也觉得不 OK。于是我教大家我相信画场景的你们对这一块应该会很厉害，
就是 A 加 B， 我拿 A 的造型套上 B 的元素，我拿 C 的造型套上什么元素。那你只要画角色设计，我非常强，只要是架空的、有幻想的、有比较幻想的成分的话，我非常建议从时装上面去找。开错，从时装上面去找现代化，然后它因为是现代剪裁，你要再来，你就要去浓缩它。你要去浓缩它，浓缩什么意思？这些现代剪裁你要怎么去说？把它变成你要的资料，来给大家示范一次。其实这个都是归纳出来的，这个东西并不是我独特或怎样，这其实都是归纳出来的。你就是一直累积，像是衣服穿角色设计的时候，衣服这一块我换个颜色，领口这一块一定会是一个造型，它是 V 领的，大 V 领还是圆领的？它会下面一点还是贴起上面一点？这个你就可以去观察。像这个，它的两个原理不一样，它是高的，所以它这一块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是没有，它这个是在胸这边的，所以它是超级低的。同样道理的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你可以去观察，同学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这个东西叫做你要去观察你参考的东西，你要把它归纳。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是一个照片，你要怎么归纳出你自己需要的东西？像是角色化肩膀这一块，我都会去归纳成一个，然后去看一下大家有什么不一样。像它是没有的，好，它这个形状，好，我接到下面，也就是肩膀这一块。好，它肩膀这边是它没有做，但它是把到袖子这一块去看手臂这一块，它也是到袖子这一块。这个非常值得讲，这个它也是这样子，但是跟第一个不一样，是第一个是直接让它镂空，第一个是让它这边有东西。所以说可以去用他们的形状造型设计，然后去做你自己的设计。像这边，它这边就空出来，然后但是这边没有，以此类推。这里面我那时候去归纳了一下之后，看了一下大感觉我想要之后，我最后选择的是这一张，因为它这张它露腰，我想到我那一张非常重要的 V， 懂吗？我自己在公司做建物设计的时候，我也是找人家的参考，找参考建筑，我也是这样子先去归纳，我有什么可以用，我有什么可以用，他们的归纳的原理是什么？归纳久了之后，你自己脑袋都会有一个公式，你画东西就会变得很快，会是套路化啦，就是就算没有参考化，你也会有套路的东西。那给你看日系的，我自己有去看一下日系的图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日本他们这些绘师画的东西非常的奔放。我不想，因为我自己前面参考东西找了很多写实的、比较真实的东西，但我不想被真实的东西绑住，所以我也会把这些东西找出来。好，这个我前面这边讲的就是造型的资料，造型找那个造型，就是骑士、冒险家，还有就是我要的参考资料，这是我非常重要的哈。那同学就想说，所以说要开始画了吗？没有，你还剩最后一步才可以开始画，也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个叫做风格参考。如果你今天是公司的案子，这一页就会是你们要抄。例如，你今天要设计一款巫师三的竞品，你的竞品是巫师三，你这一页会是满满的巫师三的所有的资料，它是让你随时随地看你的东西有没有合上去。那你自己的话，如果像我现在我没有公司，我没有甲方嘛，没有企划，我自己这一页我画图的话，我这一页会放什么？我这一页会放我喜欢的绘师的图，我喜欢的绘师的图的一些资料，不会把全部都丢上去啊，就丢几个我喜欢的。例如我在画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春山龙大，我本来就很喜欢春山龙大，春山龙大、吉田明彦，然后就找了几张，我自己喜欢的图丢上去，随时随地去调整一下自己的，就是它会是我的参考，因为我画图的时候，我不会一直去盯着参考资料，
我不会一直去盯着参考资料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这样子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我自己个性是我一直盯着参考资料，我会一直越来越想抄它，越来越容易抄它。对，到了这一步，这一步完成之后，才到了这个东西开始画线稿，哦，才开始要画线稿。现在刚好9点钟，现在刚好9点钟，我中间等一下开始就是我画图了。对，我花1个小时跟大家讲一下，在你下笔之前，开始做下笔之前的时候，你脑袋开始，我的脑袋到底是想了什么东西，我做了什么东西，收集资料。等一下之后的一个下半堂的课程，我就会着重在我如何把那些资料，然后变成我自己的一张图，好不好？中场我怕有同学还没吃饭，没关系，就我们中场休息一下。现在时间9:01，大飞你讲吗？还是我讲？那就我讲了哦。讲什么？你说下课时间啊？下课时间你到一个阶段，你直接可以休息，没关系。好，现在同学现在时间9:01，那同学去喝水，然后或者归纳一下，想一下你自己有什么想要等一下要问的问题。我们9:10正式开始。OK 哦，9:10正式开始。现在9:02了。5分钟洗澡。好，同学 OK 可以开始行动。我画面就停在这边。点个熊猫，是的，该吃饭的就吃饭哈。那现在干嘛？现在我放音乐吗？还是干嘛？我已经放了，你先把麦克风可以把它关掉。对对对，好 OK，10分集合。
好，大家都在吗？都在吗？一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喽。二，OK，好，好，那大家现在这样就开始了哈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在经过刚刚这么努力的收集资料跟脑袋风暴之后呢，你就开始做画图的动作，把草稿开始要完稿它。那这是我们的草稿，我那时候先稍微简单整理过一下，在我的自己的脑袋想，反正是一个女生手叉着腰，然后往下，然后重点是这个屁股一定要很斜，然后我就开始稍微把这个草稿转化成我自己设想的头身比的样子，然后这时候细节上面都不会有，我做了很多东西是在做一个形状的选择大小。位置的分配，再来这个分配完毕之后，拿它当基底下去，然后就迅速的画了几个东西，画了这几个东西，就跟大家讲一下，画这个几个东西之前呢，我有先练一下手，练什么东西呢？是画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有想是那个我们既然是个宗教，那我就可能就要想一下画个教徽之类的大感觉。那在这边的话，也跟各位同学以后做个建议啊，以后如果尤其是商业图、公司图，你要画到类似那种宗教议题的东西，不要直接画十字架，因为我们之前案子就有角色，因为身上有挂着十字架，然后在某些国家上市的时候，那个角色要重画。对，就是其实有些国家、有些地方的话，对这些东西是会 care 的，也因此你看到暴雪像 Diablo 里面的圣教军，他并不会是直接就贴一个十字架，这种宗教讲，你一定要去改造它。不可以那么明显，对，就是我们要去改造它，好不好？就是所以说我那时候画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就是想要教徽嘛，然后反正我一定就拿十字架去想，对，拿十字架去想，然后拿十字架去想之后，我就想着那天使的翅膀，然后中间中空，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形状设计。那画这个东西现在都很简单，因为 Photoshop 有一个东西叫对称工具，对，有了这个东西，画这种图案这个东西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在发想阶段。然后我画了这个之后，就画一个这个东西，画徽章。我觉得画徽章这种小徽章、小图标这东西非常的，一是很舒压，二它也会增加你的练你的手感。我有随便举例来讲，这个给大家平常没事你可以这样自己做练习，直接开一个新图层。同学，我换个颜色。嗯嗯，怎么没有颜色？是我刚刚开的哦，对不起，我开错图层了。好像画这东西的话，我觉得同学，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画什么时候，来推荐你一个形状，盾牌，你就用盾牌下去画。其实这画的东西其实跟画那个场景一样，其实就是开始在里面做内切。例如我盾牌可以这样子切，它里面就可以开始切出造型了，对，或是你可以这样切，也可以切出造型的，对，就不要这也可以啦，但是会比较呆板。那你这样切也许也 OK，对，其实你就开始去切这些造型，切完造型之后开始加了一些元素，例如我现在随便举一个凡尔赛、巴洛克好了。罗马他们因为他们很喜欢做那花鸟柱嘛，然后花鸟柱的元素归纳一下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元素，对，然后它这边这样归纳这个元素加过来，然后切进来，然后这样子不要，我先这样子，我先做反过来好了，然后做反过来之后，这边再做一个，然后开始去加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上面不要直的，上面凹了一点，然后花鸟柱上来，然后经过这边，然后平的，然后这个花鸟柱做更大。其实你可以做这些练习，有这个东西，你在画很多东西的时候，它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
非常值得发想，而且你可以连形状都开始像你不知道你们要画什么形状的话，跟大家推荐一下，格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。对，格子状是个非常好用的东西。那你格子状好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甚至里面可以简单涂个色，然后再打开，上次使用对称，然后这边再来一个图标，然后这边再加，然后这边，然后例如下面再加，它可以一直无限的画上去，然后也可以无限画下去。然后远看的话，它就可以乍看好像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是又不是个什么东西。其实但是它的元素归纳其实还是一样。例如，你要给你自己定个题目，例如我刚刚想的起点就是那个巴洛克的花鸟珠。对呢，它可以越来越大。好，我画这个东西其实一样意思啊，其实我把这个翅膀的东西跟圆圈的元素，然后套进来。因为我画这只角色的时候，它胸前这边有一个东西，我就骑士前面的胸甲，然后我就打算就画这个东西。我画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我就开始，我把这关掉。我画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我就开始进行制作了。画了第一支，画了第一个版本，然后加了其中，他说，哎，可以有什么变化？我刚刚说了嘛，不要直接就一直照决定，你要给你自己更多选择。除了它之外，还可以做什么东西？我想到了，我把这边东西加了更多的盔甲，像是天堂，我那时候脑袋想就是天堂2，天堂啦，不是天堂2，啊，还有旁边这个腰带，因为只有这个盔甲要乘坐的话，就加了一个腰带，然后这盔甲要2层式的。然后想了这个东西，说除了这以外还能干嘛呢？我可不可以让盔甲更大？然后让盔甲更大的话，我就减低下面的存在感，所以我就让它变成是紧身的，然后直到腿这边有一个大的东西。然后弄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我还继续弄一个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翅膀元素，我把翅膀的元素也加进来，加在腿这边。好，这样子4只看了以后，哦，就最后做了一个选择，好，选择的是这一只，对，选择这一只，从这只变成这只的路上的话，又会去做真正的去做调整。例如，我把它手往上拉一点，因为我要展现它的手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手这个盔甲、这个翅膀会挡住了这些太多东西。对，记得我前面说了吗？我这一张图我是要给3D 看的，如果做太多的遮挡，3D 其实会很多东西是问号，他会再来问你，不如你一开始就画好。对，我把它翅膀的元素加进来，然后这里面的切割，啊，翅膀的元素加进来，然后这边也映射就这样翅膀的东西，翅膀的元素就加进来，所以线稿就这样子完成了。画这个时间，然后画了线稿，就是整理线稿。好，线稿我们整理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做一件非常，这一张它不是完成哦，它不是完成哦。线稿整理完之后，你就算你要贴给主管看，不要只有丢线稿。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跟企划们讨论的啦。但是因为我没有企划，我是自己的企划，所以我给我自己讨论。这个样子你不可以直接给主管说 ，OK， 主管，这是我的草图，你看了你觉得怎样？不行，你一定要先做下一个动作，才能给主管看。我们画完之后的话，都会后面丢个底图，不要这样子，你自己以后你自己是甲方的，你自己是乙方接甲方的案子的话，你的草图也不要这样直接给，至少要到这个，你至少来个平图。平图不多花时间，平图很快。但我这边平图的话，因为我是要进行制作了嘛，反正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甲方，我看到这一张，我就跟我自己讲说，好，过了，我就开始要进行制作了。那进行制作之后的话，来这个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图层，2分拆件是，哦，不是你，是下面啊，是你，啊，开错了，是你，好，就是你，这是我的线稿，这一张是我的线稿，然后我的平图是什么呢？我是要给大家看下面这一排，我的这个平图并不是一层而已哦，也就是同学，你现在我们画这个的概念呢，我是从哪？是我画场景的时候养成的习惯。我后来发现用这个方式画角色的话，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。其实不管场景跟角色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殊途同归啦。大家其实
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就是我在一开始评图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帮他做分层了，分什么层？分前后层。对，就是后面的东西我就让它在图层在最下面，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叠。那有些你可能看到有些画日系的绘师，他们就会一个物件就一层，例如皮肤一层，盔甲的什么东西一层一层，那种方式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，只是我的分层，我的逻辑，我是用前后，越前面的东西我就把它叠上面。对，披风在上面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叠了皮肤自己单独一个哈，然后我就直接叠了。那因为我是分前后，我是分前后，所以我不会去管材质是什么，只要它可以拆开来分就好。我就这样子一层一个东西的补上去。那这样的缺点是什么？这样子的缺点是，当你线稿关起来的时候，中间会有这些东西落差。那我自己画这张图，我是留线稿，所以我没差。如果你今天画的是不留线稿的话，你这个东西就要修好。好，我们这个东西图层分好之后呢，在它上面开一层遮色片，就做了2分，做了假光源。那这个的2分跟真实光源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我这个2分它只有一个目的性，我是为了凸显出这一只角色，它也许不是这么的真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细心的同学就会看到了，你这个光源到底在哪边？是从左上打，还从右上打，还从正上打？好像都有，从很多位置讲都好像通，但是又好像不通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为了凸显这张脸，我让脖子下面全黑，然后嘴巴这个东西是为了呈现整个脸的立体感，然后我没有去让它有左光或右光去打，因为真实的话，你的光源可能会是这样，我简单补个几笔，可能会是，对，可能会是这样子。在真实的光源的话，你可能会是在假设光从那边打来，你可能这边就会有影子了，你可能这边就会有影子了。然后从这边打的话，你可能这边就会有影子了，你影子的部分就会变多。那样画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但是大家的功用性不一样。我的功用性是我要迅速的做出这个感觉，做出一个让它有假的乍看之下它的立体感会出来，然后这样子。所以说我教草稿的话，我可能会到这样的层次，我会把层次分完，我才会给上面的人看说，哦，这是我的草稿。对，这个是给同学做的示范。所以说你自己要贴上去的话，你自己假设要网稿的话，尽量不要，我觉得啦，你自己要贴上网的话，你不要像人家只丢个线稿就上去，或者是能的话做到这一步。对，能的话做到这一步。这一步做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哦，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，什么东西都最重要。我们来一个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要做的事情，叫做配色。配色这边的话，我要讲一下哦。同学很多人就说我不知道要什么颜色，对，我不知道什么颜色。来，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哈。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，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是傻瓜选色法，非常傻瓜。对，也许你的色彩学没有很厉害，也许你的很多东西没有很厉害，但是我自己色感的话，在以前不是很厉害的话，我是这样子画画的。就是你去 Google 上面打电影色票，然后就会找到，然后从某一张，然后连到红批，然后在红批上面只要找到一张，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类似这种图，就是会有很多大帮你就找了，然后你就用他们已经选好的，你现在需要的东西并不是上面的图，而是它下面的颜色，上面图都只是你的参考。基本上电影呢，他们出来的配色就已经是好看的，对，就会是好看的，所以你的一些很多选色逻辑从这边选就好。对，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听过什么631的配色方式，就是主色比6，然后辅色3，点缀色1这些逻辑。那这个东西是对的。那至于颜色怎么选，很多人都会啊，我红色要什么红色这种东西，没有什么想法，没关系，
你就直接从电影的配色里面直接弄。那我们在做配色的时候，记住哦，我们是配固有色，不是配光源色。所以说我们东西就是配固有色，不用先去考虑气氛光是怎样哈。那631是什么东西？有同学可能不清楚，我在这边讲一下。我们画一个东西，画一个物体、一个物件的时候，它会有主色，也就是观众看到它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颜色，就看到这个东西，第一个想到的颜色。对，像是我想要什么东西有非常明显的主色，像你想要苹果就会想到红色，我是说吃的苹果，不是那个苹果手机的苹果。然后辅色的话，它的工作就是辅助主色，然后点缀色的话是让整个画面更精彩。这个是我们配色的东西。那我这边的话就跟大家讲一下，电影色票会找出很多种，这一种很多的颜色的不推荐，在一开始不熟悉的时候不推荐你用这个，因为它帮你分太多了，它分析的都是对的，但是它帮你分太多了。中间这一个它都是邻近色，会整体是统一的色调，这样子配角色是可以的吗？可以，但是你可能是需要点缀色或是你的其他东西去做调整。这一个东西会比较，我觉得当场景会比较适合。如果是角色配色，在一开始不熟的状况，我强烈推荐的就是有冷暖色非常大的对比，冷色跟暖色都有的，它颜色帮你选好了。那主色这边的话，我并不会说，我自己并不会称主色是红色或怎样，我会去思考的是主色是什么色系，然后辅色是什么色系。对，点缀色是干嘛用的？等一下下一章我会做个示范，所以说我这边要先讲一下哦。辅色它是来辅助主色的，所以辅色它就两个路线，我自己就设定是两个路线，一个是主色的邻近色，一个是主色的对比色。实际看图会比较快，这张图大家知道就好。你去找电影色票，当你不知道今天画面的颜色要怎么搭配的时候，看它。但是你看了这些东西以后，你要去归纳它，你要把它归纳成光源还是归纳成固有色？我现在是把它归纳到固有色配色方面。电影配色完之后，来请看这个东西比例位置631，就是这一张。先说我这个东西并不是配色，不是说他要穿蓝色或怎样，我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631的意思。631就是631是主色最多嘛，主色占6，辅助色占3，那个点缀色占1，但是它是可以打破的，不要去死记这个631，你只要记得主色是让你这只角色一看到的时候就想到的颜色，对，所以说我拿这只来比，这一只一般人啊远看的话，尤其是远看玩游戏的时候远看的话，大家会觉得它红色很明显，但是它红色占的面积明明就不是最大啊。所以我这一张是跟大家讲说，631是可以反着玩的。你重点是你找主色明显就好，主色明显，其他不明显。所以说631是可以反着玩的。第二张，这一张是假设辅助色是邻近色，我这张是完全用无色调啊，这个是灰，是没有任何颜色的。假设辅助色是邻近色的感觉，就可能是这样子，点缀色就是随便的颜色点上去。第三张，辅助色是对比色的感觉。第四张一样的规划下，我把辅助色跟辅助色跟主色的位置对调，我让范围大的是主色，范围小的是辅助色。其实用意就是这样子，在我们游戏里面远看的话，其实重点是像拿天堂来讲好了，大家想要天堂的话，会是想要什么？它是什么颜色？主角王子他是什么颜色？如果你有玩的话，你的眼睛一定是红色。为什么？他红头发、红斗篷，但是他衣服上面很多红色吗？
没有，他衣服上面红色是很少，占的范围很少，是少少的。但是你会想到他会想到红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红头发、红斗篷，那是他最吸睛的地方。所以说，网络上很多讲色彩学的这些东西，我觉得都是对的，但我自己会归纳整理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让我自己方便好记。那这些位置搭配，就是其实你也要去想一下，你要哪边是你的重点。我为什么披风都会用红色？因为在游戏我设定他这一只角色做完游戏里是360度旋转的，红色是玩家从后面可以看到的固有色，对，它是它的主色，所以我让红色在后面。好，这个是位置配。那我在做画画的时候，画角色的时候，我会先去在这个阶段上色前，我会先做这个分配，也就是我要先决定哪边的颜色色块，它不一定是我现在，反正就是让我自己的色块都要分出来，让我自己脑袋知道说我等一下要怎么配色。你可以配出几种方案，这边没有示范了，你可以配出几种方案。好，这个当你今天位置决定好之后，接下来就很快了。你接下来只要把刚刚的电影的配色，你选好的颜色，用这个的比例配上去就好。我这边有做示范，先看这一张，这个是我原本配好的固有的位置。闪光是橘色，对啊，你印象里闪光是什么的颜色？因为它橘外套。我的位置是配的，然后我希望它是，然后我找了电影色票是这一张蓝色调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先稍微弄成它一样的蓝色，我先看一下位置。好，确定好了位置之后，我就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分图层，每个物件有图层，你就用图层直接吸色，吸了它，然后倒上去，就油漆桶倒上去，油漆桶倒上去，油漆桶这样子去弄。然后我就把这边的配色配上来。那这边配色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刚刚不是有说要选冷暖吗？所以说你自己整理颜色的时候就开始整理。我今天我要让我的主色是冷色，所以我自己就先把这是我的主色群，然后从这里面看一下后面这些，这也是冷色，好，不理它，它的暖色就是这一块。这里面我太多的话，你自己去选择，你就要自己去浓缩，要去整理。我就把这两个后面的无色调往下拉，我就让这3个冷色为主。这边我让这2个为主，黄色跟红色为主，绿色我放低一点。要去整理，我这边也有示范，就是我刚刚找的店，我自己本身会整理，就会稍微整理成这样子。这上面的颜色通通都可以用，但是我自己在一开始整理的时候，你怕你自己乱掉，你可以先整理到一个范围，那不够用的时候再开始去吸上面的颜色。也就是说，你画画的话，这时候色环对你来讲调色的功用就不大了。当然，如果你后来很熟悉，你可以吸了这个色，然后再微调它，往左偏、往右偏，这样偏一点点去来画是 OK 的。我现在先设定的是配色有障碍的同学，你可以直接吸色，因为人家颜色都帮你配好了，我就直接用它去配。那注意这个配色的一个重点，皮肤我是直接配皮肤色，皮肤我没有去归纳在这里面，皮肤我没有归纳在这里。那你现在会觉得这2个皮肤肤色不一样，是因为我画完之后，我有去 Ctrl+B 一下，我让这个皮肤稍微带点冷色，因为我整体是冷色的，就做这件事情。那这个东西是我直接拿 Tom Hardy 这一张就直接就是下来就吸这个颜色，就抓下来，让这个东西。所以说，其实这一步到这一步就非常快。你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就直接配了，非常的快。这东西是我自己，而且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很快迅速配出3、4种颜色给企划们去选，然后我配了这一张之后，我自己选，我觉得好像都还行，这种自己讲，他觉得都还行，然后反正我就选了这一张，然后再来你就要做下一步
做角色设计，还有不管做什么设计啦，就是不要急。你弄完这张之后，注意你只有配完色，你很多细节还没有整理，你要让它精致度更高。所以说，接下来我下一步的话，我就让它精致度一样的东西，只做一点点小小的加工，就可以让它的精致度更高。等一下看左边那张哈，不要看右边这张，看左边这张。我图层都留着，我这个 PSD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，我到时候会给那个可以给大飞这边，然后大飞可能会再给你们连接哈。这一张就是我刚刚那一张图，那它这一张它这个我把东西关掉，你们看就知道。我把图层拉过来，完稿是你吧？对，因为我先讲一下，我这边会弄这个底，是因为我是留线稿的，所以我下面图是会很多杂乱的，所以我就先倒个底的颜色上去，然后图在这边，这个是底图，然后我现在做一个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哈，颜色在一个东西，好，线稿要开，好，我们画完之后应该是只有要开，画完之后应该只有这样子，这是2分。线稿呢，我找一下线稿。等我一下，我线稿应该在最上面吧。好，没有线稿，但是线稿在线稿在这了。好，这是线稿在这，线稿我把它调到最高。线稿是这样子，你配完色是长这样子。接下来做一件事情，线稿复制一层线稿，我直接做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复制一层线稿，接下来让线稿进入到群组里面遮色片上面，然后这是你的线稿的样子。把下面这层线稿高斯模糊滤镜。我现在教的是作弊的方法哦，它可以让你的图瞬间会有一种小小的立体感，假 AO 的感觉。看一下效果是这样子，这是原本的，然后线稿高斯模糊后，透明度调低一点点，然后原本的线稿透明度也调低一点点，它会有一种，好像图有点立体的感觉，对，但是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对，这个是小巧思，这样子做够了吗？你可以再加点东西，哦，这是我原本做的线稿，原本做的线稿，然后你线稿可以给它染个色，这个是我做的高斯模糊的线稿，我让它 Ctrl U， 就是你直接 Ctrl U 调色啦，你调一个我就把它调往紫色调，对，你看调成64，这个弄完之后，我就让所有东西加点随便，让一些有特色的东西，让肩胛这些有特色的东西，就加一点点这种高光的感觉。高光感觉加完之后，其实你会觉得人家看的时候，因为这些有东西，人家眼睛都会往这边开始看。高光加了之后呢，我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这个是再加一层阴影，再加一层影子，对，就叠上去，就自己做那种假的那种感觉，类似就其实跟我们画场景一样，就是你东西好的时候，你在上面开始添加细节，那下面的细节都比较放松，那上面细节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让焦点在那边，然后最后这个人就加点边缘光，边缘光加完之后，我在这边在高光再加一层，都是一直做加法，我都没有做减法，我没有去修线稿，我什么都没做哦。然后再来就是让脸的地方，让嘴唇更直，然后眼睛上点影子，然后再喷点喷枪，这样子，这样一支贴上去，它的完成度会蛮高的。但老实说，这些东西很不花时间。我自己每次要去
在公司也是一样，或是有时候我图画完图画了丢到网络上这样，我都会简单迅速做一下这些处理，因为这个很不花时间。这作弊你细看这些东西全部都没处理啊，线稿这些都没处理，那只是弄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就这样子都丢出去。那这样子当然你这样丢出去就 OK 了。对，虽然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要丢给3D 的话，尽量可以大概到这个等级，不要配完色就给。虽然有些3D 看完配色它就可以做了，但我建议大家自己做你自己的图的时候，让完成度高一点。那如果你时间够的话，我建议完成度你可以往这边拉，往这边拉。这一张只是这个东西我去修线稿，注意哦，我就是这个东西做完之后，我合并成一张，为了表示我没有骗人，图层都留着，我就合并成一张。对，这个关掉，线稿一样在最上面，合并成一张，然后线稿也都没清，然后我接下来做的工作就是去修线，就是去清线稿，把多的线给擦掉，然后把这个线，我拿一个东西示范一下，我做这件事情而已，就这个地方啊，我要例如画它，你就随便开一支笔，随便都可以开一支你喜欢的笔，有没有笔触随便，然后记得那个有流量就好，然后我就做这个事情，例如我就吸它的颜色，然后例如它是在后面嘛，假设它后面，然后后面的地方，那它就可以比较粗，它的闭塞印就比较大，然后我这边就修成它这种是有点闭塞印的感觉，啊，这个东西不要了，我就擦掉。好，例如上面地方，因为被光照到，假设被光照到，我要让它线条细一点，然后细，这样擦掉。啊，例如这边要比较粗，这样擦掉。然后有时候你自己吸色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换个色。假设你要玩长色的话，就是这时候可以开始玩。那不熟悉的话，就是清线稿。对，你看这些很多地方都没有清。对，我那时候觉得无所谓，反正因为我很多重点就放在这些地方。你把盔甲这些东西高光，就是在整理一下，它会有画味啦。但是这个是一个风格，你要看一下。我现在做这一步是为了是我自己喜欢的调性，但是你在公司里面这一步的话，做的是要公司的风格。等一下会给大家看。然后做完这边之后，来给大家再补充几个小巧思，对，可以让你的图瞬间有一点点作弊的感觉。哦，什么东西？首先第一个相片滤镜，我猜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相片滤镜怎么用，就是你图弄完，你图画完之后，然后就开一个这边小太阳 ，Photoshop 下面有个小太阳相片滤镜，然后它有各种颜色，我猜这个比较多人知道了。这个例如你要冷色的，例如你要暖色的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，你可以迅速的就给它做一个，然后再调整它的透明度。对，它可以瞬间让你的图整合同整在一起。这个东西我从哪里学到了？画场景学起来的。因为有时候场景，有时候当你整张场景画完之后啊，糟糕，颜色太杂了，没有统一怎么办？这时候相片滤镜就是你的好帮手，它可以瞬间就强制让你的世界笼罩在一种光源之下。对，好，不要大飞在听，这个东西少用哈，这东西是作弊用的，这东西不能用哈。要大飞说可以用，你们才可以用。对，好，哎呀，再来这个东西叫做渐层对应。渐层对应是个蛮有趣的小魔法。渐层对应是什么？渐层对应我开这个全开给大家看。渐层对应它做起来会是长这样子，它会是正常是长这样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怎么做？好像最近 Photoshop 上面网络上看到很多人一直在讲渐层对应，这怎么用呢？我给大家做个示范一下哈。然后你图画完之后呢，一样小太阳，你会发现哦，画 Photoshop 作弊的时候，小太阳是你的好帮手。这边有一个渐层对应，打开之后，它会跑出这个东西。它的规律就是，它先不管你图是什么颜色，它已经帮你自动转化成灰阶，然后接下来它会帮你用一个渐层的颜色，你选择了渐层颜色，然后平均铺上去，然后它可以反转。例如，我现在是黑白嘛，假设我用紫色、粉色，
等下我先看一下反转。假设我现在随便选一个紫色系的，好，亮的地方我要紫，亮的地方我要这个颜色，暗的亮的地方我要青色，暗的地方我要紫色，然后自然它就帮你根据你这张图的灰阶自己去调，然后它可以很多颜色，无限的颜色，所以由此可知，我们刚刚电影配色可以干嘛？我们电影配色可以拿来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电影配色就可以拿来用啊，就直接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个电影配色？就是这个是我原本的啦，我原本的已经配好了，这是电影配色上面，在这一张，它已经配好了，然后我把它剪下来哈，这是我原本选的，这些颜色从哪里来？从刚刚这一张原始的它的配色，它配的固有色，就把它从暗部，然后到我决定它的明暗交接线要这个颜色，亮部是最亮的地方是青色，然后慢慢渐层到黄色，明暗交接线是紫色，然后到蓝色。这颜色从哪？从电影配色。怎么做呢？来示范一次。首先，我们不是开了一层这个渐层对应吗？然后点开这个，它这个就有这一个黑到白。接下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吸色。例如你设定我的黑色，我要这个颜色，吸错了，我是等一下，为什么不对？这是透明度。等一下哦，为什么吸啊？等一下，我知道我的吸管没有调，全部涂层啊。嗯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选到折射片。好，马上来吸色，然后你吸了原本的颜色，然后我最深的地方我要这个颜色，看到没有？它最深的地方，它就往这个颜色走。那我要新增颜色，我就新增一个，然后吸色，然后再新增一个，然后再吸色，然后再新增一个，然后再吸色，然后再新增一个，然后再吸黄色，然后再新增一个，然后再吸青色。我那时候新增这样子新增，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调位置的，它会根据你调这个位置，然后开始决定你的明暗交接线要在哪里，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是可以决定它的偏的位置，懂吗？然后你可以一直新增，然后它就可以变出很多不一样的效果。总而言之，我那时候配完色就配出一个这个颜色，我是就是用这个东西去配的。配出了这个颜色之后，怎么做呢？配完之后你就觉得啊，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来，请你移到上面，这边调成颜色，然后它就自动会叠上去了。叠上去之后，不透明度这边调低一点，它会让你的图比起来更看一下对比，这是原本的，因为你原本的可能去弄了滤镜之后，做了滤镜之后，哎，你觉得哎颜色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的图是不是有点太鲜艳或怎样？会不会有点分离的太多？这个渐层对应，它可以让你的整体色调统合在一个色调下面。对，这个是个一个小作弊的一个方法啦。然后这个东西做完之后，然后有同学就说啊，可是最近很流行常色，哎，最近很流行常色，我想常色，但我不会常怎么办？来，这边分享一个，先说同学常色的原理，你还是要去学，还是要去看，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但是这边分享一个迅速作弊常色的方式，作弊一样，小太阳有一个东西叫做渐层，刚刚渐层对应嘛，色调分离，按下去，它自动帮你色调分离，这个数字它自动帮你分4个颜色，不要太少了，分11个颜色，10以上。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开始莫名其妙多了很多的色块？因为它自动帮你电脑自动帮你去分这个颜色。你看到它会帮你分好多颜色哦。然后说好 ，OK， 确定了。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一样哈、哦，
脸上就莫名其妙多了很多色块，改成颜色，然后你看原本的放大一些颜色多样，这可能是原本的样子，开的时候会这样子，透明度调低，不要太强烈。好了，它可以有长色的效果。我自己如果画我自己，如果你去我 ArtStation 看一下，我很多师图，我是在细化之前，我会先操作这一波，我会先把色调分离跟长色都弄上去，接下来我长色在上面，在这个基础上面开始细化，因为他已经帮我选成，因为我有时候画画要调这个东西，有时候很懒，但是你这个东西还是会调，还是会用，色彩的逻辑还是会用，但是长色是已经给你画面上更多选择了。对，长色色调分离完了，对，就这样做，然后你就调一个你自己调整到你自己喜欢的色调分离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加个底，然后加个天空，还有背景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的角色呢就是这样讲完了。对，今天的话再简单跟大家就是统整一下，然后就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些。一开始设计师在做什么？再跟大家讲了一下，我们具象化沟通，对，然后所以在你在角色发想的时候，必须从一开始的冒险家，就一开始的文字，然后你要去怎么去发散它文字的，然后归纳跟整理。做完之后，你可能开始做出了草图，开始迅速做出几个草图，不是这张，做出几个草图，然后把你刚刚的归纳的东西开始慢慢带进来。草图做完之后，不要急着画，先把你要做的身形光谱先决定好。角色的话就是身板，然后那个场景的话一样，就是归纳好。归纳完毕之后，再去做资料的参考资料的整理。像我们今天这边就有从跟大家分享的造型、冒险家啊、骑士这些东西，这是我收集我的资料，然后归纳完了，归纳成3张。不要太多资料多，你反而不会去认真，不会去不好找，然后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或者同整的风格，然后之后才会去做线稿，去做整理，然后发想这些怎么去做，然后2分，然后电影的配色这一块，然后配色选完之后，然后就完稿它，对，配色示范，然后再是完稿，就刚刚说配色比，对，其实不难呐、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不是用有天分的画法，有些很天分的人才不用转正，就直接硬干就好了。那我们用这种东西，就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，公司的流程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想，不要想太多。有些人想说啊，我想法很多，但我不会画怎么办？我的想法也没很多，我一开始只有冒险家、骑士。你看，我一开始只有冒险家，然后他是骑士。那这些东西我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这个衣服为什么这边开一个洞？为什么我这边身上会做这种格纹的？会做格纹的纯粹是因为它棉甲布甲有这个造型啊，会开一个洞，因为那个时装啊，然后 V 字形是草稿画的啊，然后马甲上面是留这2条，然后羽毛这些东西都是一步一步去想出来的，去想出来的，就一步一步整理出来的，所以公司里面并不会有那种你想法很多你画不出来，或者是我今天没有灵感我不想画画，没有，除非你今天是大佬哦。那在这边的话，也给大家看一些东西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其实我上班，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东西，其实我上班也是做这些事情。就例如我这一张是那时候他们说企划给的很简单，我要末日远程射手女生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开始去想一下，哦，你今天末日，我只跟企划讨论一下，好，你的年代是什么时候？是现代，是19，给我一个明确的19多少年，还是2000年？然后他给我大概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，然后末日僵尸，然后远程女射手，然后我们就要去迅速的去画草稿跟发想，对吧？我就例如想，然后画的时候还要去，这是跟企划讨论说，哎，哪一个是你希望的样子？例如，我就会迅速画一个，然后就运动风，重点是，我这个要运动，然后拿双枪，可能是紧身裤子，然后工装，然后或者是一个美式啦啦队，然后啦啦队我不能穿着拿着彩球，对，像这个的发想是我想到那个
拿电锯的那个拿电锯的啦啦队那个游戏我忘了，然后我就只把电锯改成枪，然后这样子加这些东西，然后猎枪，然后比较偏军装一点的，然后偏机能服装一点的，然后去找高跟鞋，然后军靴，然后机能运动鞋，然后大概就是想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知道，然后我顺便去跟企划做讨论。对，因为我今天会讲这个例子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家企划有时候给的资料真的不是很多，在我刚进去的时候，像这一张也是，他只给我这一张最夸张，这一张他只说我们需要一个辅助型女角，对，然后反正也到末日，然后说天哪，辅助型女角，我这些东西我就也是赶快画，我这个大概就1天的时间，你要赶快画出来，然后跟企划做个讨论。因为企划会这样问你的时候，有时候企划代表他有个 idea， 但是他们自己还没有很完善它。对你，因为他们有时候不知道，你要一直给他东西，他才会想说啊，不是啊，其实我是要干嘛干嘛干嘛啊，我要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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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是沟通。我们是服务业，我们是要一直反馈的。对，然后这一张刚好有流程给大家看一下，不是这一张，应该是这一张吧？对，这张后来就是你看企划一开始，然后配完色之后，企划说，哎，他企划就说，哎，好像少了一点色，而且画的还行，但好像少了一点色气。我说你要色气怎样的色气？就是个裸露一点。我说好，那我就来几个更裸露的版本，然后他们这样去做选择。其实企划不是出张嘴，是他们工作真的很多。对，他们企划的工作多到你很可怕，他们整天开会，我看到如果是他们，我也就炸掉了，开会开就饱了。然后像这张就是我也是完整稿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女贼嘛，然后这个也是草稿，就这样子画了，然后就给他像A、B、C 哪一个更是你要的感觉？你要短发、长发，然后中年，然后最后为什么没有选这2只？是因为我最后计划说都行，然后我们自己决定，然后我们自己美术最后决定是这一只比较安全，还是因为这2只做成3D 的时候，3D 会做成3D 没问题，动作的时候做动作的人会生气，难搞，因为他到底这个衣服是要让还是怎样？对，好，所以后来就选了这一支，然后这一支就拿这支下去，就我刚刚做完之后，然后就去做一个金线，这就我的流程。从这边到这边，我就开始叫做风格统整了，就是我的五官就是不可以到这么的，我就要开始更往写实走，往写实的比例，然后写实的比例，然后这边为了上色前做了准备，我这边就是分那个刚刚分的那个分图层，然后顺便做 AO， 对，反正用的方式用我方法，只是这 AO 做的细一点，然后在最后就是把东西分个图层，然后最后就是来做个配色，就 A、B、C 给他们选。我说，哎，你喜欢哪个颜色？然后他们就随便选了一根，他们没有随便选，他们那时候刚好为了政治正确，他们选了中间这一支。我原本比较喜欢这一支，但他们为了要政治正确，然后选了 B， 然后最后这一支做完之后，然后我就要把它，你看一下这一支，它其实非常的草，它很多细节都没有画，然后现在要给3D 去做了，所以我就会去把它稍微也是没什么画了，稍微更精细一点，颜色稍微调的好一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些东西给了，然后再给3D 去做，这一支做完了，最后没有用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剖出来。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公司的流程，但我今天课程主要分享的东西是，你去如何去制作，对你去如何制作，我觉得这些前面的发想跟资料整理是非常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各位同学，你们就是这样东西。那未来有问题的话，其实不只是角色啦，场景也是可以，场景的资料也是这样找，场景的资料整理那是更多，场景的资料整理我们会甚至自己单独做了几张，然后美术要开会，对，然后跟企划开会，为了整理资料而开会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边了。那之后有问题，然后在大群大家遇到的话，也可以直接问。那现在有没有谁有问题？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？对，关于这个工作流程的部分，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？什么就是工作的部分啦、日常啦，或者是画画的流程啊，或者你怎么练习之类的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哇，一次问了3个。我看一下，
我看看设计内外轮廓、形状板块如何同时保持角色特质，又能注意到平衡、节奏感、疏密关系大的东西。看一下，本来想画高大的角色，但现在反而少了那种高大的感觉。这一个一个回答。OK， 第一个问题，如何要注重到平衡节奏，就是你希望你的角色，然后又要达到好看的这东西，这就要其实最简单来说，就是画的量要够多。就跟你现在会想要这东西，我觉得就是当你的眼睛可能开始会去注意到我的平衡、我的疏密、我的大小了，对，就是你的眼界开始高了。然后但是就是画完之后不是你要的感觉，那就是你的手还没有跟上你的眼睛。我觉得这个是慢慢持续练，就是跟着课程去练。就是多起来，因为你现在并没有一种方法是说我用这个方法，然后我可以同时这些东西都有。你这个，我觉得你眼睛已经有了，因为你会注意到你的平衡节奏。当你注意这些东西，发现你画出来的东西还不是那么到位，那就是继续多练习。如何？对，问题一我觉得是多练习。问题二，在保持设计性的时候也好看。战斗卡片图，我就会是我自己的话，会是我会让我的角色站着的同时，就我前面说的，我不会是紧紧的，就是这一张图应该也看得到吧？我不会让我的角色就是仅仅就单纯就是站着，就是站着，不管是 T 型或 A 型，我会让我的角色就算站地面的话，我也是要它有简单的动作，只要不遮挡就好。像我这个它其实就是有动作，对，那不，除非你今天专案是可以允许你到做一些遮挡性非常强的，像到这种的手往前伸遮挡的，这个是要看你专案的。对，要看你开发的项目是什么。你像我之前有开发那个 NCSoft 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上来就跟你讲说，我要从剪影就能看出职业的类别，我要从剪影就看出职业的类别。所以你说这个设计它一定要有站姿吗？通常比较保守一点的话，你要设计，你要沟通，你就是 A 站姿。如果不要设计这么多的明显的话，就是像拉高讲的，就不带透视的，就是平视的角度。一个普通站姿就可以了，不要做大幅度的那种大镜头透视。像火影忍者他就昨天拉高有讲，就是反正就是火影忍者那种漫画镜头通常不适合设定，因为它很大的一个遮挡关系，它有很多的体积会被遮到，你看不到资讯，等于设计你画了点白画，所以最好都是一些比较普通一点的站姿就可以了，因为是设定。对，然后设计元素的时候，功能性跟美感要怎么取舍？拉高，我看一下哦，功能性跟设计元素的取舍，美感，其实他们并不是我会觉得啦，他们不是对立的。但功能性就跟我前面讲的，第一个你要先看的是你的需求，就是甲方提给你的。假如像今天是巫师3的话，你今天要画的东西是更写实一点的话，我们的东西它就是有所本，就很像我就是一定要画巫师例如那个我拿武器这个讲好了，就是那个苏格兰大剑，对，我顶多就是在这边的话，在某些地方我可以再加一些装饰，对，但是我并不可以改变整个苏格兰大剑的比例或比例。如果我改比例的话，它就不是苏格兰大剑了。所以功能性我会是这样想。至于功能性跟美感，到底就是你将角色画出来之后，假设我这个功能跟美感谁优先？按照我们2D 美术的概念的话，美感会大于功能性。对，美感会大于功能性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东西并不是你今天做，你不是工业，我们不是工业设计。我们设计台车子，它不会真的做出来，真的去跑，是要可以骗人，让人家看的人有可信性就可以了。对，有这个东西，对，就很像我们设计枪，你只要有扳机、有枪机，位置合理就好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看，感觉做图时间都很短，紧急吗？这个看专案啦，这我直接帮拉告回答，这个问题比较不是那么难，就是你在做图的时候，要看你的主管给你的排程，对。那 AO 的话，就是有什么推荐吗？我看问题在哪 ？AO 有什么推荐吗？练法，他想要练 AO。哦，想要练 AO 推荐，第一个素描要有一定观念。它其实是在素描，因为你要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东西。好，简单讲一下 AO， 它就是在一个假设这是一个方块，然后它是一个，它学术性啊我们讲广义的，我们不要讲狭义的哈，因为它是3D 的一个概念。反正在狭义来讲的话，它就是，就算今天光照的地方，它比较像是类似这种地方闭塞会有的地方，这个就是 AO 会处理的地方。所以你第一个事情你要知道是哪里会产生的这个线条，哪里会产生这个东西。这个 AO 跟慢阴影一样啊，这上第一堂课就讲了，其实就是 AO。对，那如果你今天问的是狭义的 AO， 它就是这个你未来去学3D， 你未来有机会去碰3D， 你会清楚更快。它就是一个物体跟一个物体碰到了，那我们在没有光源之下，我要如何让观众知道这个物体是在这个物体的上面？那我就是在这边就电脑它就自动就是帮你这边就加一个暗的阴影。即使你没有其他东西，你也会即使没有其他光源，我们也会认定上面这个东西它是在这东西上面，因为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叠加，它比较像有点像纸雕。然后再来是跟日常分配要多少时间做速写。这个真的是看个人，这个看个人的。你如果真的喜欢画，喜欢练，你自己会帮自己安排一个固定时间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只要你能做得下去，其实不用太去。那好，我现在假设你问的这个问题，拉告跟你说他天天都画4小时，你做得到吗？这也不一定做得到，对吧？大家懂意思吧？就是说你自己安排了多少时间，你要规划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，所以你自己帮自己安排自己适合的节奏会比较好。重点是持续性，你不要1个月每天都画4小时，然后后面就崩掉了，然后就不画了。对，然后再来跟企划讨论什么诀窍吗？会想跟对方吵架怎么办？这真的属于自己个人的修为啊，就是你自己对待人处事的方式怎么进行沟通，你怎么样去满足各位的需求。那你如果是想跟人家吵架，那就是废掉你啊。是的，没错。对啊，我觉得跟企划其实不止企划啦，其实美术之间沟通也是一样。美术沟通的桥梁太多了，有企划，有程式，有3D，都要沟通啊。只是企划是前端的。OK， 我们继续。然后人物动态看起来生动，是需要什么素材练习？因为我画人物看起来很僵硬，多练速写。这个多练速写，对，你可以找金正基或谁的，反正就多练速写吧。就拿他们的，就练习他们啊，你就想象你自己是金正基，然后金正基画这个动作，然后会怎么画？然后就是一直去看着金正基的图，催眠自己你是金正基。对，好，然后接着想请教，如果应征相关职业，作品集放的内容、角色例会完成度要比今天示范的程度高吗？我会这样说：你如果今天放你的作品集的话，放的图的完成度，你能画多高就画多高，你当下最高。没错，你当下最高就可以，不要去问能多高，你当下最高就可以。因为然后公司需要的话，他就会找你。不然如果你说找很高，例如你今天就说随便就找国外的或者那个 CM 啊，不可能啊。好，接着想问老师，大领主当时如何入行的？好像是我那时候是我吗？还是我原本去了 IGG， 然后后来我是 pass 给你，对不对？你那时候有先去 IGG， 你那时候有先去 IGG， 然后你去 IGG， 我有问你 IGG， 然后后来我去橘子，我没有。对，你那时候在橘子，后来有职缺嘛？还是怎样？对，后来 IGG 有缺人，然后我橘子那边刚好就告一个段落，然后我在橘子是做外包。然后你怎么进入橘子的？就是第一份，你怎么进入第一份？第一份工作就是画作品集，我那时候也很菜，也不知道，我就画作品集，然后
就去面试啊。大领主对，就跟你们一样，就是我作品集画了，然后就去面试。只是那时候因为我你就想让你自己是社会新鲜人嘛，其实主管并不会 care 你的年纪啦。对，他 care 的是你作品的程度。那你今天我那时候画的程度，然后公司那个价位的薪水，然后刚好有缺，然后觉得我 OK， 然后我就入行了。我觉得也是一部分看缘分啊。那关于找工作跟薪资待遇跟你怎么开报价这件事情，我们下一堂课透视，有空的话我们来讲，给大家讲好不好？这我会给大家讲。然后再接下来是，请问老师怎么规划企划的各种主题？不熟的主题是不是花很多时间考据资料？是啊。我们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我现在做的是研发，我们有时候企划给的东西，我们甚至会跟企划反馈，就是说你给的东西不是很合理。然后为什么不是很合理？企划需要你说服他，你这时候就要找很多资料去。就像我在公司里面，我前一个专案我是负责的是场景美术，所以像什么巴洛克啊、西方建筑这些东西，我自己就要准备资料，不然企划他开错了，你要怎么去跟他谈？所以资料整理是收集资料整理，这是美术你自己必然自己的工作。对，老师，你可以分享你加速小稿的方式吗？因为你看他说，或者你画小稿的心得，如果只有15分钟到1小时，会想花多少时间？15分钟到1小时。对，因为他说他一开始小稿摸很久，很挫折。就多练速写啊，例如一样是多练速写，你要背下来。画骨头人啊之类的，像这个东西现在是已经内化，对啊，就是像这个东西，像我会知道手走到这边就是一样的长度啊，比例，对啊，就比例的关系、啊，比例要背，比例背的越熟，就等于像英文单字一样，你英文单字背的越多，你跟人家沟通就相对就越快嘛，等于像英文单字一样。特定的姿势啊，然后像什么1:2:3啊，下半身站3嘛，头是1，身体站2啊，六头身是完美的。不知道的同学分享一下，六头身是你很好背人的方式，1:2:3，进可攻退可守啊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进可攻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往6头身、往7头身方向，或7个半或8。退的话可以往4头身、往3头身 Q 版的去走，所以这个比例的话，你可以自己背一下，要背比例要背，要熟，滚瓜烂熟的熟。是的，我们继续，要怎么样才能陷入抠细节的状况？要什么是想抠细节？怎么样才能避免陷入抠细节？就他一开始就画细节，避免抠细节。这个啊，我以前也是会一直就是一直缩小放大，就是我自己的后来是我画了几次图之后，然后发现画完之后抠完细节抠了很久，然后一放大之后发现其实也看不到啊，然后几次之后你就会，就是图你要常常到这个位置看，不要一直都是那个康的那个意思，不要缩太小，应该是指不要放这么大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不要放这么大来画。看到整体的60%，就是整体看到再缩小一点点。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对啊，我自己画的时候会，除非我今天要特别要弄这个东西，我会放大，但是我放大画一下之后，我就会拉回来看。我也是，我差不多都放在差不多50%左右，我差不多50%，然后也一样多练速写，然后再来看，现在都是10分，所以不一定照单全收咯。对，不一定照单。头发造型的节奏怎么抓？怎么飘？怎么样动感？这个怎么说？好，应该这样说，头发造型的东西，我们在美术，我这样讲，同学你们去看，你们基本上看到美术角色，我先讲女生的话，女生造型头发基本上就是那几个，你并不会看到很多真实世界的美妆进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剪影的关系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以游戏像或者是插画像来讲，我们会很大的关系就是头发就是为了剪影要明显。那至于你说那个节奏怎么好看，我觉得不只是头发啦，它其实是很多物体的一样，它其实就是回到场景那个大小点线面那大小比例，节奏大中小，对大中小，然后你要这样子，所以像你头发你这样飘的话，我们不会做到 S 像刚刚好这样对分啊，我们一定会是一边长啊一边短啊。
然后正负形，下面再卷起来的时候再几个点，然后正反面，例如上面大，然后下面它就会小，然后这边短，然后这边就会长，然后对比、一边整，然后一边就会碎，碎，其实就一样的东西。好，还有没有人要问问题？最后一个。OK，没了吗应该他们在打字。 ？OK，建议绘图板还是绘图荧幕？这是什么问题？这看个人习惯啦。对，这真的看个人习惯啦。这个东西很难，懂，需要学习很多不同画风吗？我自己会建议你先一个画风先通，然后就是你至少有一个画风，你可以到不能说60分，一个画风至少到70到80分，它就是你的主力画风。然后接下来这是深度嘛，然后再来的广度当然是越广越好，因为像刚刚，因为我看到前面刚刚我问说只会日韩，不会日韩只会欧美，在台湾好不好找专案？会有，但是它案例也许不会到那么多。但是就算案例有这么多，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状况。我举我 IGG 的例子，IGG 在我那个时候要进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会画的是欧美 Q，写实 Q， Q，就对。然后到后来现在，突然老板就是抽风了，我们要画写实的调性。我们最后做的就是写实，非常的写实，是那种像巫师三那种等级的写实。那我们还是要适应啊，所以你要会画，你只会画一种画风，在公司里面是有风险的。那你也不用去因为我相信很同学们，你现在想要进业内，你也不用去一直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说我又要会日系超强、欧美超强，什么都超强，然后才要进公司。如果你真的都那么精通的话，其实你已经在公司里面了，这个就不会是你的问题。对。Yep。然后未来会不会朝4K 去画？想太多了。对，这个想太多了。这个就现在我的荧幕也没有4K 啊，也是一样在画啊。应该差不多了。最后，你要问最后一个吗？还有一个是那个造型设计战斗行为。好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，好，这个的话讲造型设计间战斗行为的设计很常见吗？如果你能想的话是更好，你可以再想在旁边稍微先标记一下，因为要战斗设计这个的角色，通常公司是有一个动作，有一个职位叫动作，对，他们会负责绑泵，然后带动作，然后你战斗行为的话，同一时间你可能会希望他们动作特效会跟你讨论，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画这个东西的话，动作特效他到时候会跑去问企划，然后企划可能会那时候才开始想，但是企划有时候想的东西跟你画的时候你脑袋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会不搭到。那如果你已经有想法的话，你可以标注在旁边，让动作企划知道说，可能是怎样，甚至你只有文字叙述，他们看到之后他们会回来找你，对，然后你再跟他们解释。因为如果你自己很 care 你今天设计的儿子女儿他们的动作是你想要的话，你必须要让动作跟特效来找你，而不是找企划。就是这样。好 ，OK。那今天谢谢，能不能厚脸皮的直接丢作品，请老师鉴定一下够不够格进游戏业？我跟阿告都基本上都可以帮你看了，你现在要丢吗？你脸皮够厚，不是脸皮够厚，我们就帮你看啊。但我们就直接在这边讲咯。对啊，对，好，他既然丢了，我们看看。关于找工作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是看缘分，还不够。我直接讲了，我已经讲了，还不够。你的作品要达到什么样程度、熟练度跟完整度，你可以这样做。我现在没办法分享，你们看到不是我的荧幕对不对？这个我
可以建议你，比如讲，你现在可以搜寻 IGG I Got Game 什么什么 Game， 就是那个它的那个官网。你如果达到官网的作品的标准70%到80%，基本上你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对，你就大概不会有问题了。但是这个也看缘分，因为公司在找人的时候会有 S 级的人去应征，会有 A 级、B 级、C 级的人、D 级的人去应征。你如果碰到 S 级的人跟你在抢饭碗，你就算画的还不错了，你就算是 B 咖好了，你有办法拿到 offer 吗？那也不一定会落选，因为不一定会落选，因为很有可能公司的专案方向开发的时候，他现在要的不是 S 咖，他现在要的是 B 咖，他宁愿自己培养，我薪水给少一点，我有成本预算啊。所以你说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找得到工作？这个真的没有标准答案要看公司的政策方向而决定，不是说你今天奇怪为什么我觉得我画得不错，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工作？为什么？这不是只有个人的原因，是很多元素、很多因素加起来，导致你找不找得到工作。对，这要看缘分的。然后我这边稍微简单补充一下，就是这同学的话，你的 ArtStation 的图就是这样看下来的话，东西都会偏向，我不确定，你要先设定一下你找的公司的内容。对，你今天设定的感觉，你的图的话都会比较偏向插画类。这个东西如果你是单纯找研发的话，会比较硬，会比较硬。除非你今天画的就是很微，然后主美被你打中了，对，不然你今天画的话，他们公司会很直接 care 的是说，你会设计吗？对，没错。对，因为研发有时候要的是你的想法是什么，我要知道你的想法。我除了你秀画技以外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今天如果给你一段文字，你秀得出来吗？除了画技以外，对，就是一般来讲，像我也呼应一下拉告，就是你这样插画进游戏公司，他不一定看你的插画能力，他主要是看设计跟想法，设计跟想法比较没办法被取代。但是如果你是做插画，一般进公司不一定碰得到，通常也多半都是发外包发出去，就是发到一些真正的很熟练插画大佬，才有可能会碰得到插画。但一般你要进游戏公司的话，你要么就是 A 站姿，要么就是 T 站姿，然后把装备设定好，一套系列等等等等，所以往这个方向我觉得会比较贴切。那如果说你说台湾为主，多技能会不会比较有优势？理论上是会有优势啊，就是说，但是如果你都会都不专精，那也没有用。就你至少比如说你会3D， 你会2D， 你会特效，你至少还是专精一样会比较好。对。大概这样子，就是我也不是要打击啊，就是其实公司项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会看的东西，就是插画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加分。你需要你一个主力的东西，让他一看就想说 OK， 除非你的加分项就是一个强到一个人家觉得 OK， 刚好我们专案是要你这个东西，对，不然就是这样，就是看缘分了。对，好。那我们就谢谢拉告，精彩，今天非常精彩。那期待一下下周3，我有找那个另外一位也是游戏业界的，然后他是教 Blender， 那我觉得也蛮精彩，大家期待一下。下一周我们继续，也是同一时间，下周礼拜3的晚上8点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结束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